北京已经撑不下去，上海也终于绷不住了。8月26日，一则消息在中国炸开了锅：上海外环房地产限购全面松绑。这一纸通知就像是一声冷不丁的警钟，把人们从楼市已经触底的幻想中彻底惊醒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个中国经济最后的颜面，上海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，放开了房地产限购。消息一出，无数网友一声叹息：完了，大上海放开，让乡下人买房了。表面上看，这是楼市的利好，但背后却藏着中国房地产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绝望。上海市住建委、房管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，明确表示外环外购房不限套数。对谁放开？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和成年单身人士。看似放开了，其实只是换了个说法，内环还紧，外环全松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谁会去买外环？上海的内环房产，哪怕价格高到离谱，依旧是稀缺资产，是财富安全感的象征。而外环呢？说难听点，就是房地产上的库存垃圾场。买得起内环的人不屑于买外环，真正刚需的普通人压根买不起，贷款额度再上浮 15%， 对他们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。这就是上海的鸡肋政策，聊胜于无。它不是给老百姓的希望，而是给富人的游戏场。这项政策的本质就是鼓励富人去置换房产。为什么上海会选择这一步？因为库存压顶。据上海中原地产的数据，截至7月末，上海全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已经超过820万平方米，创下近5年来的新高。外环外的库存去化周期长达18个月以上，几乎翻倍于内环的9个月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开发商盖的房子越积越多，卖不掉，压在账面上就是死亡的炸弹。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17.3%， 其中一线城市的下跌幅度最大。北京和上海撑得最久，但到头来还是败下阵来。所以，放开限购不是为了造福百姓，而是为了替开发商解库存。有人说，上海的政策瞄准的是富人群体。外环外有别墅，有大平层，或许能吸引高净值人群来抄底。但别忘了，中国的富人早就用脚投票。瑞银报告显示，2024年，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外流规模高达155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胡润百富榜统计，过去3年，超过1/3的上榜富豪已经移民或设立海外家族信托。他们要么人在海外，要么资产转移，凭什么还会傻乎乎的掏钱来买外环的房子？所以，这个政策更像是临终前的挣扎。有人调侃，这是把针管插进了最后几滴血的血袋里。上海一放开，谁最先遭殃？南通、苏州、湖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宁波这几座城市过去几年靠沪漂撑起了半壁江山。多少买不起上海房的中产，退而求其次去南通买套学区房，跑到湖州买栋别墅，幻想着离上海近，升值快。但是现在上海自己都撑不住了，外环都成了待宰的库存包袱，谁还会跑去这些小城市接盘？数据已经给出了答案。南通二手房挂牌量在2025年7月达到历史新高的 11.8 万套，同比暴增 32%。苏州吴江区的新房均价半年间下跌了 18%。嘉兴市中心一些新盘直接打出首付5成变2成的促销广告。一句话，大哥都要喝血了，小弟哪里还有血可吸？最讽刺的是，官方在发布会上还强调，这次上海的政策是优化调整，力度温和。什么叫温和？就是没药了。去年5月，上海已经把非户籍购房的社保年限
从5年砍到3年。去年9月又把3年降到1年，首套房首付从20%降到15%，一路放水放到今天，已经没什么空间可退了。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开套数限制，让那些已经有2套、3套房的富人再去买几套。可问题是，富人们为什么要买？就像放开3胎、4胎，给钱给补贴，可大家为什么不生？答案一样，没信心。如果说去年2、3线城市的崩塌还能用局部问题搪塞，那么今天连北京和上海都撑不住了。这意味着整个中国楼市的最后防线被击穿。北京在8月9日率先放宽了5环外限购，如今上海紧随其后。这是偶然吗？不是，这是无奈。房地产长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，曾经贡献了 GDP 的25%，地方财政收入的40%。但如今，这个支柱正在腐烂坍塌，开发商暴雷，银行坏账，地方财政断血，一环扣一环。北京和上海松绑不是选择，而是被逼到绝境的自救。所以，当你看到上海外环不限套数这样的新闻时，不要觉得这是机会，而要明白这是市场最后的求生信号。很多人可能还抱有幻想，既然限购放开了，是不是意味着外环的房子能迎来第二春？醒醒吧！上海的外环早就不是黄金资产，而是被房地产商榨干后丢弃的壳。原因很简单：一、位置尴尬。外环外离市中心远，公共交通覆盖不足，每天上下班通勤动辄1.5小时起步。对上海人来说，这不是生活，这是流放。二、教育资源空心化。优质学区集中在市中心，外环外能提供的教育配套有限。中国家长买房的核心逻辑就是为孩子，一旦教育红利没有，谁还会花几百万上千万去买一套孤岛房？三、人口流入逆转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海常住人口仅增长7万人，相比2014年的年均增长20万人，下降幅度惊人。而其中新增人口更多流向了长三角周边小城，外环并没有享受到人口红利。四、价值挤泡沫。2021年，外环部分新盘单价突破7万元每平方米，如今均价已经跌到4.8万元每平方米，跌幅超过30%。大量二手房挂牌无人问津，有价无市。所以，外环的房子为什么被称为垃圾资产？因为它既缺乏稀缺性，又背负了高房价的泡沫。限购放开，并不会让它变成香饽饽，反而会加速抛售潮。有人说，就是政策越多，楼市就会越稳。可是现实告诉我们，越救越凉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救市都会进一步揭穿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楼市真的撑不住了。2023年，央行降息，首付下调，二手房成交量短暂反弹1个月，随后立刻跌回谷底。2024年，北京推出以旧换新，结果大批业主一夜之间把手里的老破小抛到市场，成交价反而更低。2025年，上海外环限购一放开，预计未来1周挂牌量将出现井喷式暴增，而价格却只会进一步下滑。这就是所谓的政策反噬。市场的信心就像是玻璃杯，摔碎一次还能沾一沾，但摔碎10次100次就只剩下渣子。房地产的溃败不仅是开发商的噩梦，更是普通人的悲剧。有多少年轻人掏光6个钱包，在2019、2020年房价最高点买了外环的新房？如今房价跌了30%，账面蒸发的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，等于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灰飞烟灭。有多少中产背着高额房贷，结果遇到裁员潮？上海2025年上半年失业率创下4.8%的新高，很多互联网、
金融行业白领失业后，连月工都还不上。有多少农民工把辛苦打工的钱投进了3、4线城市的房产，如今房子卖不掉，租不出去，成了彻底的砖头存款。房地产不是财富神话，而是普通人命运的绞肉机。它把人榨干，让人背负几十年的债务枷锁。上海和北京的限购松绑只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，接下来全国的2、3线城市会被推向更深的深渊。数据已经给出预警，截至2025年7月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，62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跌，其中2、3线城市跌幅最惨，合肥、郑州、南昌等地新房均价同比下跌超过20%。3、4线城市更是无人问津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3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28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地产正在全线崩塌。当北京和上海都只能靠放开限购续命，其他城市还有什么底牌？有人以为政策是救开发商的，但事实是他们已经死在半路上了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 TOP 50房企中，超过1/3已经进入破产或重组程序。恒大、碧桂园的烂尾楼问题仍未解决，全国烂尾项目超过2500个。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头部房企，负债率也高得惊人。据科尔瑞统计，TOP 10房企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1%。房地产已经不是支柱产业，而是债务的坟墓。有人问普通人该怎么办？买还是不买？现实是已经没有所谓的买房保值了。放开限购看似是给了普通人机会，但实则是最后的收割。因为普通人缺的不是购房资格，而是钱，更缺的是未来的信心。一个残酷的事实是，过去10年房价涨幅远远超过收入。2025年，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.5万元每年，而外还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均价在480万左右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普通人不吃不喝整整50年，才能买得起一套外环的房。这不是买房，这是绝望。上海的外环限购松绑，不是楼市的新起点，而是末日的前奏。他告诉所有人，即便是全国最强的1线城市，也已经无力回天。北京撑不下去，上海也绷不住了。当所有的护城河都失效，当所有的支柱产业都轰然倒塌，留给中国经济的只剩下赤裸裸的真相。一个没有信心的社会，哪怕你放开所有限制，也不会有人敢接盘。房地产曾经是中国人财富梦想的舞台，如今却成了绝望的深渊。对富人来说，它是鸡肋；对普通人来说，它是陷阱；对整个国家来说，它是沉重的枷锁。上海外环限购松绑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风暴还在后头。